现场原石501块，一刀穷，一刀付，切开好坏自负，概不退换啊！老板，这块我要了。小伙子，付钱拿货，看你是新手，我可提前说好，切垮了可别在这儿哭鼻子闹事儿。终于把这个废料处理掉了。放心，直接开了吧。行，够痛快，我亲自帮你开。天哪，冰种杨绿，这水头这色泽绝了！小伙子，你这是大涨啊！这怎么可能？明明是废料来着。老板，多谢了，我去找买家去了。皇上，你看这个手镯，人家戴着好看吗？好看，宝贝儿，你戴什么都好看。真是冤家路窄，晦气。哟，这不是我那穷鬼前男友吗？你来干什么？怎么，昨晚被甩受刺激了？今天就拿石头跑来古玩城白日做梦？这个估个价。先生，您这可是极为罕见、质地纯净的冰种杨绿，价值50万。不可能！他一个穷光蛋，怎么可能开出50万的石头？绝对是假的！是我从业20年，本店的名誉就是担保，这绝不可能有假。50万，当场转账，收不收？收。先生您稍等，我立刻为您走财务绿色通道。存钱宝收款50万元。陈远怎么突然一下变得不一样了？难道他之前都是装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不能就这样放他走。阿远，我想跟你好好谈谈。滚开，离我远点，我嫌脏。180万，虽然不少，但想在兰出市中心买套像样的房子还是不够。既然有黄金铜，必须再去淘一波更大的。这黄金桶真好，只要扫一眼，真货假货在我的视觉里一目了然。唐代咸通玄宝，价值300万元。老板，这破铜钱怎么卖？小伙子，识货呀！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唐朝宫廷古币，年份足，包赃老。你要是诚心想要，1万块拿走。1万，一看就不识货瞎编的。我得杀杀价，我还得攒钱买房呢。这上面糊的泥巴比铜还厚，字都看不清，谁知道是不是刚出土的工艺品？不要了，不要了。哎，小伙子别走啊！做生意嘛，价格好商量，5000你拿走。5块，我买回去当挂件玩，行就行，不行就算了。5块，我收上来都不止这个数。我看你也是真心想要，你给880，我图个吉利。不卖算了。回来，5块就5块，卖给你了。钱付了啊。这么珍惜的古玩，怕是只有藏宝斋收得了。你好，这枚青铜古币，你们这里收吗？这品相太差了，全是锈。你要是诚心想出手，顶多给你3000。300万，少1分，我立刻去对面的多宝阁。300万？你想钱想疯了吧？一枚破铜钱你抢劫呢？等等，小兄弟留步，我是这藏宝斋的老板，能不能让我瞧一眼这枚古钱？这是大唐咸通玄宝，存世量极少的孤品珍品，300万，我们藏宝斋要了。存钱宝收款300万元。小兄弟，不知这古币是从何处淘来的？路边摊随手捡了个漏。许老板，走了。小兄弟真是好运气，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好货千万优先考虑我们藏宝斋。哪有什么运气，这可是我用上一世的命换回来的通天机缘。这是大学时的校花许婉婉。陈远，竟然真的是你，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许婉婉不仅是校花，家世更是显赫，没想到她竟然还记得我。老板，你们认识？这位陈小兄弟刚刚在哥哥店里卖古钱卖了300万呢，眼力惊人啊！陈远，你懂古玩？略懂一点，今天纯属运气好。听说毕业后你一直留在兰州，你和你那个女朋友还在一块吗？分了，现在我是一个人。一个人啊？那老同学难得碰面，今晚我请你吃饭，赏个脸吗？改天吧，我今天回家还有点急事要处理。我的黄金通秘密太惊世骇俗，
许家在兰州势力庞大，跟许婉婉走得太近，迟早会被看出端倪。480万了，足够在郊区全款买一套大房子。到时候把爸妈从清源县接过来，享清福。警告：黄金铜及系统型资金期体验版即将到期，倒计时结束，宿主所有资产异能总土清零收回。什么？体验版清零？系统你玩我呢？体验期结束就全部收回，合着我这几天累死累活，全是在给你打白工。宿主请冷静。若想永久保留当前资金黄金眼异能，需正式接取并完成清源县人口振兴主线任务。清源县？那不是我那鸟不拉屎的老家县城吗？是的，宿主需在1年内将清源县常住人口提升至100万。任务达成，不仅可解锁全部永久权限，还将获得终极神级造成大礼包。1年内100万常住人口？你开什么玩笑？老家那个破县城，工资低的吓人，但凡年轻点的全跑了。1年内要增加100万人，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宿主是否接取任务？若放弃，倒计时10秒后，所有资产与异能清零。10、9。不接任务，我就会被打回原形，继续留在兰州当某马，过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绝望生活。与其窝囊死，不如赌一把，自己的命就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接，不就是振兴一个县城吗？老子干了！主线任务已绑定，作为扶持奖励，清源县每迁回1名居民，宿主将获得100元现金奖励哦。另外还有额外神秘奖励发放。自从大学毕业，在这个城市独自挣扎沉浮了8年，现在真的要离开。之前奋斗好像一个笑话，不破不立。只要完成任务，我就能出人头地。老家的环境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差，10家铺子7家空，留下来的全是老幼妇孺。想要在1年内把常住人口从5万提到100万，必须得把产业做起来。桂兰，欠我的1万块料子钱都拖了3个月了，什么时候给？李老板再宽限宽限。之前城南苗雕厂的钱老板卷款跑路了，还欠着我有2万块工资没发，我现在只能靠摆这个地摊，实在拿不出钱啊。周桂兰也够惨呀。最后给你3天期限，3天后凑不齐1万块，那你这机器抵债。县城的手艺人和场地，县里缺的根本不是技术，而是一个懂行的带头人。别人做玉雕加工靠赌靠蒙，我有黄金眼和系统，这盘棋我稳赢。加工玉石50起步，买挂件100一件。婶子，我不买东西，我想在县里重开一家玉雕加工厂，想请您出山担任我们的技术主管。请我进厂？算了吧，一个李建国已经把我逼得够惨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进厂。婶子，就这块原石一定能切涨，若我说错了，我买下你摊上所有的东西，你的1万债务我也全额结清。但若我说对了，你就答应来做技术主管。我琢玉30年，这块料子就是废石，要是能开出东西，我免费给你干3年。怎么样？灰白底，狗屎地，认输吧。再往里面切8毫米。怎么可能？这是冰种飘花，上等料子。天哪，冰种飘花！怎么样，周婶儿愿意遵守约定吗？年轻人眼力不错，我周桂兰愿赌服输。这块玉石你拿去偿还钱款，等厂房筹备完备，我再来找你。华子，你小子消息挺灵通啊，知道我回县城了。你小子回来也不提前说，我不给你打电话，你还想不起来我这个发甲吧？忘记谁都不会忘记你。晚上老赵烧烤店约一个。行，晚上7点我交班，咱们老赵烧烤店见。远子，这儿呢，快过来。几年不见，你小子肚子又肥了一圈啊！看来在县城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哈哈，你小子才是穿的人模狗样的，大城市回来的就是不一样。老板，先上1箱啤酒，20个五花肉羊肉串，10个板筋，再来2个大腰子。今天我发小回来，吃顿好的。上次欠的300块烧烤钱还没清呢，今天还要大腰子，先结账。老板，
之前的欠账连到今天的消费，我扫过去了，一共500，您查收一下。远子，你这是打我脸呢！说好了今天我给你接风洗尘，怎么能让你掏钱？咱们哥俩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坐下。最近家里怎么样？嫂子和家里人都挺好吧？都还行，我天天在县里跑货运物流，一个月能挣个3、4千，饿不死。就是你嫂子，上个月厂子突然倒闭，老板卷钱跑路，欠了他3个月工资，现在他天天搁家里发愁呢。不提这个了，你小子怎么突然辞职回县城了？不瞒你说，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我准备在县里创业。不走了好啊，大城市有什么好卷的？不过你一个学产品设计的，回这破县城能干啥？要不跟着我一块跑物流拉货？华子，你天天在县里拉货，对嫂子以前待的那个城南玉雕厂了解多少？那厂子，老板李建国把厂房抵押给银行，卷了300万贷款跑了，还欠了原料商100多万，几十个工人的工资也没发，天天有人堵在厂门口要债。你问这个干嘛？我打算把那个厂子盘下来，重新开工做玉雕。你疯了，在大城市待傻了，那个厂子就是个天坑，谁碰谁掉进去。乔姐知道吧？之前混得多风光，手下跟着一群小弟。前年她老公入股这个厂子，家底儿赔进去了不说，现在还背着100多万的债。老厂房关联的三角债太多，虽然我手里有资金，没必要当冤大头替李建国擦屁股，直接绕过债务，另行租场地注册新公司才是上策。园子，听我一句劝，真想留下来，找个安稳班上，千万别碰玉雕这个行当。华子，那烂厂子里的账目和人员，你怎么摸得这么清楚？你嫂子以前可是生产主任，到后期厂里缩减开支，她一个人干2人的活，里面底细没人比她更清楚。真是瞌睡送来了枕头，这不就是我急需的管理型人才吗？华子，嫂子明天有时间吗？我想请嫂子吃个饭，聊聊。行，她现在天天在家，急得嘴上起泡。明天中午我带她来。陈远，李华昨天回去跟我说，你想去盘城南那个玉雕厂，你脑子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嫂子，先喝口茶消消暑。我不喝茶，城南那个厂就是烂摊子，谁盘厂谁就要先还债。你有这个钱，放银行里吃利息不够你花一辈子的。是啊，远子，你嫂子说的对，那地方碰不得。嫂子，您误会了，我绝不接手李建国的烂摊子。我打算注册一家全新的玉胶公司，另选厂址，另起炉灶。就算建新厂，这年头环境差，肯定要赔钱。嫂子，咱们青天县的手工玉雕可是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年轻人走光了，手艺快绝迹了。我不想咱们县的手艺就这么没了。话是这么说，可现在大环境都是机器流水线生产，手工玉雕成本高，出货慢，根本没有市场啊。我都想好了，我们先从高端定制和精品玉雕入手。嫂子，我想聘请你担任新厂的总经理，全权负责生产与销售。我当总经理？对，我相信你在玉雕厂干了10年的能力。陈远，建厂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能成的，设备、场地、招揽老师傅，还要积压原材料，没有200、300万，连个水花都飘不起。10万，远子，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怎么直接往我卡里转了10万块？这10万块是给嫂子预支的半年工资，所有建厂资金由我全额出资。嫂子，华子，你们愿意陪我再赌一次吗？干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陪你再疯一次。很好，管理和技术人才都已就位，等厂子建起来打响第一炮，吸引人回流了不成问题。又出去，回来的这些天整天往外跑，也不见你找正经工作。妈，工作的事儿你别管了，我最近在准备一件大事儿。来办什么业务？想要申请租赁开发区厂房。厂房？
你打算租来干什么？投资开玉雕厂，准备投多少？300万。300万？你认真的？当然，不然我跑来逗你玩，我闲的。您稍等，我马上给您找表格。你把这个填了，我带你去找我们张主管。张主管，就是他要投资建厂。你要投300万元办厂？你叫什么？是哪里人？陈远，清远本地人。既然是本地人，那你应该清楚县里现在的状况，实体经济不景气。你年纪轻轻，不会也是想打着办厂的幌子来骗创业补贴吧？不，我是来带领清源县振兴的。卡里有100万。只要您能批下场地，这100万可以立刻作为项目保证金冻结。张主管，我的诚意够吗？既然你带着诚意来，县里一定大力支持。你现在需要我们解决什么困难？拿地建厂耗时太长，我需要一处现成的、可以立刻投入使用的空置厂房，越快越好。城南开发区刚好有2处现成的厂房，一处1000平，一处1500平。是去年2个建材商建好后资金链断裂没开源的，你要哪个？我要那1000平的，合同今天就能签吗？今天就签，这么急？张主管，李建国跑路后留下的烂摊子，应该天天都有人闹吧？我的厂子一开，起码能解决工人就业问题，您的压力不就小一些吗？好，今天我亲自给你走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小王。城南开发区那1000平的厂房有人接手了，你现在立刻带上钥匙和合同去现场办交接手续。华子，在哪儿呢？正拉着一车木材去隔壁镇呢，马上卸货。怎么了，远子？立刻拉上嫂子，直接去城南开发区建材2里路。去那儿干嘛？那地方现在荒草有1人高，连个鬼影都没有。去看咱们的新厂房。院子，你别开玩笑了，这么大一处厂房，光是扯皮不就得耗上1个月？不用1个月，今天我们就把钥匙拿下来。这怎么可能？你小子可千万不能走违法乱纪的路子！瞎想什么呢？我只是帮他们解决了一些麻烦而已。陈先生好，我们行长特意交代了，只要您签字，这厂房的钥匙现在就归您了。虽然地上落了一层灰尘，但整体钢结构完好，采光也不错。陈总，这里的水电电路全部是现成的工业用电，您只需要根据车间需要自己做一下简易隔断就行。院子，这厂子真不错。前半段500平规划成雕刻操作区，中间100平用钢化玻璃隔断，做成无尘质检和成品包装室。后半段直通后门，做成原料仓库，大卡车卸货，连头都不用回。好，就按嫂子的规划办，设备采购也交给你了。一会儿我往公账上划100万。100万？院子，你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这么交给我？技术和设备采购我不懂，交给你，我最放心。行。我今天就是跑断腿磨破嘴，也绝对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华子，这几天你先别去跑物流了，专心帮我把厂子搞起来。啊，远子，我不去跑货，一家老球吃什么呀？放心，跟着我干，绝对比你天天拉货挣得多。你天天在县城跑，见的人多，门路广。这2天帮我把开厂的所有手续跑下来。成，兄弟就算是脱层皮，也把这些手续给你整齐活了。哈哈哈。张总，这都是今年最新的红外线数控精雕机，单台2万，
效率比老款提升1倍。就这款，我要40台，后天必须全部送到城南新开玉雕厂，能办到吗？没问题，定金到账，后天早上8点，货准时卸在您厂门口。李先生，你们厂的招商特聘手续已经全部登记完毕了，请收好。终于都办下来了。周婶儿，咱们前天的赌约是不是该兑现了？浅浮雕工艺塑出拱背全腿的憨态，腹下用阴刻手艺刻画腹线，尾端借着玉料天然的俏色雕成短尾。您这手艺，1万都不为过。你还懂玉雕的俏色和阴刻工艺？我是清源县人，小时候这条街上全是叮叮当当的雕刻声，咱们县数百年的手艺不该绝。是啊，可现在会这手艺的只剩下我们这些快入土的老家伙了。只要有人带头，这门手艺就绝不了。周婶儿，我回乡建厂就是为了把人召回来，把咱们清源的招牌重新打响。这是以前厂里20个老匠人的名单。李建国，我们被李建国坑惨了，4个月没拿到1分钱，好几个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周婶儿，您挨个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明天上午全来新厂房，只要愿意来的，当场签订正式劳务合同，我给每个人现场预支2个月工资。预支2个月？陈老板，这可是好几万块，万一……只要师傅们的真心在，这2个月工资我给的值。好，有你这句话，明天一早，老婆子我挨家挨户去敲门，把人一个不落给你带过去。设备采购花费80万，租场地、保证金、院子，目前咱们账面已经支出将近200多万了。钱花的值，等师傅们一到，机器转起来，订单自然就来了。我联系了原来厂子里的人，他们不愿意来，都被坑怕了。别担心，技术班底我已经请到了。请到了？陈老板，周桂林带着20位玉雕老匠人前来报道。这全都是当年厂里的台主子，全县都能跑的熟练工。院子，你到底怎么劝动他们的？当然是我的个人魅力，还有真金白银的诚意。陈老板，你这厂子能开多久？我家大半年没进账了，孩子上大学还等着学费，我们实在经不起第2次折腾了。大家放心，陈总设立了100万的专项保证金账户，就算厂子出了问题，大家的工资也能领到。现在，请大家排好队，跟我去这边签合同领钱。院子，人有了，机器也好了，可现在咱们没有订单，光是这100多号人每天的开销就是一笔巨款啊。徐老板，想请您帮个忙。我在老家清川县重开了玉雕加生厂，技术全是顶级的，不知道您那边有没有门路？清源县，那个当年出过不少玉雕大师的清源，正是。我有一个朋友下周正好要办一个玉雕工艺展，正愁没有展出品，你先寄过来一个样品，我拿给他过眼。好，我这边准备好就给你送过去。动作要快，时间紧张。周师傅，第1炮能不能打响，就看你这个关键的前锋了。陈老板放心，绝对给您雕出一件绝世珍品出来。3天3夜，幸不辱命。陈老板，您长长眼。天哪，这是一个玉雕山水熏炉，怎么能薄到这种程度？简直就像能透光一样。炉盖的山峦线条起伏流畅，近景渔翁泛舟，细节清晰可见；中景亭台楼阁层叠，远景山峦引入白雾，炉身壁薄如纸。周婶儿，这是真正的国宝级手艺。老了，熬了3天，身体有些吃不消了。周婶儿，您赶紧回家休息，我现在就买最快的高铁票送往兰州。陈小兄弟，你可算来了，快，东西呢？徐老板，这就是我们厂的作品，请您过目。薄坯、透雕、俏色利用，我的天哪，这炉身薄的连里面的光影都能透出来，这是哪位退隐江湖的国画大师出的手？徐老板，这件作品够资格上展吗？何止是上展，这简直是收藏级的绝品！走，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我那个朋友。这就是陈远，
别看他年轻，眼光可是1等1的好。陈远，这位是封燕，封氏珠宝的少东家，下周的国际玉石展就是他一手操办。能让阿生这么推崇的人不多，希望你的东西不会让我失望。封总，东西好不好，看了便知。进来吧。怎么样，封大少，没让你失望吧？炉盖用深浮胶做层次，山川线条过渡的毫无phủ泽之痕，烟孔竟然用的是透雕工艺。藏在松针和亭台的缝隙里，太绝妙了！整玉掏膛，薄坯厚度不超过1毫米，这全得靠匠人那双手上的手感，多一分则穿，少一分则厚。这件东西称得上是当世绝品。那封总觉得这件作品够放进您的下周工艺展？不仅够，我还可以给他安排独立的中央展柜。不过，如果只有这一件，分量还不够。只要合作谈得妥，这样的作品我们要多少有多少。现场拍卖所得，我占4成，你占5成，阿生1成，如何？虽然只分到5成，但能搭上封燕这条线，把清源手工玉雕的名声打到国际展会上去，这笔买卖稳赚不赔。下周1之前，我给你送来20件同等品质的精品。成交，我很期待。陈远，4天时间要赶出20件这种大师级的精品，会不会太赶？徐老板，您放心，我的厂里这样大师级的工匠有20个。嫂子，展会的合同已经签下来了，首批20件精品单子，你先去县里的玉石原料市场看看，我随后就到。太好了，远子，我这就去原料市场，咱们大门口见。远子，像样的好料全被李老黑垄断了，其他小摊子上的料子要么有裂，要么干巴巴的，根本上不了台面。确实不够好，咱们再去摊位瞧瞧。哟，这不是前几天刚租了开发区厂房高调招工的陈大老板吗？来买料子了，钱带够了吗？李老黑少在这阴阳怪气的，我们来买料那是给你送钱，你做不做生意？送钱？李建国当年也这么说，结果呢，老子200万的货款现在都还没要回来，我可不信这小子。李老板，我是开门做正经生意的，我想您和钱应该没有仇吧？开玉雕厂，你懂得这行水有多深吗？看得懂什么是好料子吗？别回头赔得连裤子都不剩。想要在清源拿到最好不便宜的原料，就必须从专业上把李老黑这个低头阁治得服服帖帖。李老板在这原料行当里混了30年，眼力自然是全县第一。既然你瞧不起我，那不如我们就在这原料市场当着大家的面赌一把。哦，怎么赌？你我各挑一块石头，当场切，谁开出来的玉料市场价值高，谁赢。远子，你疯了！他可是清源的石王，你跟他比眼力？这年轻老板真敢，居然跟李老黑比看石头，这不是关公面前舞大刀吗？到底还是年轻，被2句话一击就上了套。这新厂子怕是要胎死腹中了。有种，小子，今天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好好给你上一课。李老板真不愧是咱县的原石风向标，这块黑乌纱皮革锦石，强光下泛着淡淡绿水头，这趟稳涨啊！远子，千万别选这块，这皮壳发灰，砂眼又粗又大，是行内共针的砖头料。你听嫂子的，赶快换一块。嫂子，相信我的眼光，这块石头的价值绝对在李老板那块之上。这年轻老板莫不是个傻子吧？拿块狗屎地板头料也敢去跟李老黑的黑乌纱叫板？到底是外行，连最基本的皮壳和枪口都看不懂，纯属送钱。嫂子，选好离手，等会儿切开了，可别说我李老黑以大欺小，欺负你这个外行。李老板放心，买定离手，输赢各凭眼力。师傅，切实。小子，等会儿比输了，趁早关了你那破厂子，滚回兰州当牛马，别在清源丢人现眼。好啊，切开看结果。第一刀就见绿，李老板眼光真是毒辣，这成色少说也值2万块，稳赚不赔。小子，看见没有？这才叫料子！你那块垃圾，切开能出个18000的挂件料，老子当场把石线给咽下去。师傅，换我的，直接从正中间切。哈哈，怎么样？就是块一文不值的砖头料，小子认输吧。师傅别停，再往里切1公分。出肉了，是上等的白玉，竟然还带着一抹极漂亮的蜜糖俏色。这质地极其油润，还有一层天然的蜜糖色，分界干净利落，是极品羊乳白玉，市价最少10万起步吧。李老板，一刀穷一刀富，现在结果出来了，该兑现咱们的赌约了吧？愿赌服输，你想要什么？很简单，我要李老板仓库里最顶尖的玉石好料，
我库里确实有好货，但价格可不便宜。你要是真有本事，敢不敢再去我后院那堆积了3年的废料桶货里走一遭？如果你还能挑出好货，我库里的料子随便你挑。好，一言为定。这堆桶货打包价2万，先付钱后挑食。陈老板，敢不敢玩？李老黑，你这就是无赖！这堆破烂送去部落都没人要，200块都不值，你居然要2万！怎么，陈老板刚才只是运气好，现在不敢赌了？2万块而已，就当是给李老板交个朋友。不过李老板，等会儿切开了，你可别心疼的睡不着觉。远子，这里面连1块带绿的都没有，你这不是白送钱吗？嫂子放心，咱们稳赚不赔。李老板，我就选这3块。就这，小子，你今天要是能开出绿来，我李老黑的名字倒着写。那我们现在就切吧。黑老李，第1块纯净无瑕的清水绿底，市价最少3万。第2块天然红皮红肉籽料，虽然小，但肉质细腻，2万打底。至于这第3块顶级的羊脂白，玉质温润如纸，李老板，这块怎么也得10万起步了吧？神了，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废料堆里挑金子，这他妈是火眼金睛啊！李老板，赌约已经有了结果，你库里最好的那批青玉饰，明天上午送过来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黄金铜在，哪怕是别人眼里的垃圾，在我手里也能变成通天的财富。陈老板，料我按约送来了，全是顶格的青色玉明料，市价1斤8000。丑话说前头，要是手艺不到家做砸了，可惜了这么好的料子。李老板放心，我们厂的师傅手艺过硬，亏不了你的料子。张总，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这么好的料，要是给机器流水线糟蹋了，着实有些可惜。周婶儿，辛苦您一下，用新到的料子给2位老板开个样。这块料子质地细腻，棉絮和暗裂极少，最适合做古代宫廷御用的薄胎玉盘。要想做饱满盘，必须整料掏膛，下刀必须稳、准、狠。先取出完整玉心，否则一刀切偏，整块大料就全废了。手工打磨胎壁最难的就是手上的力道，多1分力，胎壁当场崩碎；少1分力，又达不到半透明的薄度。最后换微祥驼针，在盘底做阴刻引起云纹。这刀法，这是当年老造办处流传下来的薄胎水上漂绝活啊！引起云纹这手法，我只在国家级玉刀大师的手里见过1次。这玉掏膛盘壁厚度竟然连半毫米都不到，云纹若隐若现，神迹，真是神迹啊！这件作品在拍卖会上最少值10万，还得抢着要。陈老板，是我李老黑有眼不识泰山，有周师傅这样的绝活坐镇，您这新厂在整个清河县绝对没有对手。李老板，不瞒您说，像周师傅这样等级的老手艺人，我们远红玉器厂一共有20个。兰州玉雕工艺展开展还有4天，这次我们要供货20件送展。各位老匠人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3天内完成自己的玉雕作品。陈老板，不是我们推脱，3天也太紧了。玉雕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要是太赶，要砸咱们的招牌呀。远子，工期确实有点紧，师傅们连夜做，保证了数量，可能也保证不了质量啊。周婶，你来把握核心工序，要保证作品品质。所有用到的料子我会提前过一遍，绝不让大家做无用功。这是咱们新厂的第1单，只要在兰州展会上一炮打响，我们不仅能拿回属于清远玉石雕刻的尊严，以后大家的奖金只多不少。陈老板说的对，好不容易有人出钱出力带咱们干，我没意见。核心工序我来盯，保证质量。干了，拼他3天3夜，不能让大城市的人瞧扁了咱们清源的手艺。没错，我回去就跟家里老伴交代好，让他看着家里那几亩地，这3天我就守在车间，不完成任务不回家。我们真的做出来了！薄壁镶做，活艺融禅，子母套印，件件温润水灵，找不出半点瑕疵。我干了30年玉雕，头一回见到能在这么短时间里保质保量出这么多神品。远子，
20件作品全部按时完工，件件都达到了大师级水准，咱们成功了！谢谢各位师傅，这3天大家都辛苦了。接下来全员带薪休假3天。秀秀，通知李华、装箱出发，直奔兰州会展中心。小老板，这只玉蝉不仅通体透亮，而且这蝉翼真的能动吗？能不能拿出来让我仔细长个眼？这只活翼玉蝉采用传统的汉8刀古法一刀雕琢，最难的是蝉翼与身体的微祥活环完美衔接，厚度仅有 0.3毫米，只要微风拂过，就能随风震颤。玉石如此脆硬，竟然能打磨到 0.3毫米还不碎，还做成了活环，这简直是鬼斧神工！陈老板，这些东西究竟是出自哪位老一辈国家级玉雕大师的手？这些作品全部出自我们清源县玉雕厂，是由我们清源县土生土长、有着30年以上手艺的玉雕老匠人们全手工而成。老一辈的手工绝活，没想到竟然在清源县还完整的传承着。这只玉蝉我出30万，现在就要，谁也别给我抢！我出50万要那个子母套印，山水熏炉和那尊宝体相座，我们要了，价格你随便开。各位老板，所有现货样品我们将在展会中心进行公开拍卖。另外，我们清源县玉雕厂长期承接高端私人定制，所有定制件的工艺和质量与展会样品一模一样。有需要的老板随时可以签定制合同。仅仅半天，20件现货全部被高价拍空，现场累计签约意向订单1000万。陈远，你们厂比我预想的还要紧。怎么样？有兴趣跟我丰氏珠宝签订为期3年的独家供货战略合作协议吗？当然，合作愉快，冯总。展会那边货款都顺利结清了，咱们这批展品卖了多少？展会全部展品售空，总业绩1000万，咱们工方拿5成500万。500万，扣除前期玉石原料成本60万，机器80万，厂房租赁6万，还有354万。我这辈子没想过能赚这么多钱。嫂子，你核算一下，厂子只留2成，除去你和华子的钱，剩余的全部分给下面的老师傅。工厂只留2成，剩下的全部分了。远子，你这买卖不是在砸钱做慈善吗？我回清源开厂，为的是让人回来。只有我们给的尊严和回报高过大城市，在外漂泊的人才会回流。只要人回来了，就不愁赚不到钱。师傅们，咱们送去崂州参展的20件作品全部高价成交，扣除成本后，这一批利润的8成，整整200多万。今天当场给大家分红。200多万，张厂长，你没跟我们开玩笑吧？我们才干了3天3夜啊！每一笔分红都是按照大家的设计、成品拍卖价和工时严格核算的。周婶，您熬夜出的博台熏炉拿大头，大家依次上来签字领钱。今天所有分红现场转账，绝不打白雕，1分都不拖欠。各位师傅，这3天辛苦了。今天全场带薪休假1天，不过咱们在展会上接下了上千万的私人定制合同，以后还有大干仗要打呢。陈老板，多谢您给咱们这些快入土的老家伙一条活路。我做了一辈子玉雕，跟过5个老板，从来没有一个老板愿意把大头分给工人的。以前干1整年都攒不下10万块钱啊！只要大家手艺在，我们玉雕厂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位功臣。有了这场胜仗，人员就该往回走了。老头子，今天怎么这个点就回来了？是不是厂里又没活了？老婆子，咱们家有救了，咱儿子成家的钱有了。10万？你上哪儿弄来这么多钱？你不会是去干坏事了吧？嘿，瞎说什么？这是陈老板发的分红，咱们做的东西在兰州大卖了。老头子，既然咱县城能挣这么多，给咱儿子打电话，让他从南方回来吧，他手上也有3年雕刻活呢。对，在外面1年到头攒不下2万，还回不来家。
我现在就给那臭小子打电话，让他买高铁票回来。妈，我这2天刷到咱们青山县玉雕厂爆火的视频了，那薄鳞盘子真好看，咱们县的厂子真重开了。妈现在就在这个厂当骨干呢。儿子，别在外面受罪了，带着玉婷回来吧。妈今天刚发了第1笔分红，你猜多少？整整10万块。10万？妈，您干了才几天啊，就有10万？我和玉珍在南方累死累活，1年到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10万啊。陈老板大方，把我们老匠人当宝贝供着。听妈的，你们小2口手艺都在，回来进厂，咱们一家人守在一起，比什么都强大。妈，我回来了。玉芬，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吴大呢？妈，前天听您说厂里招工，我和吴大都心动了。吴大让我先回来看看情况，要是待遇真这么好，他也辞职回来。好，好，好，回来就对了。快，先把行李放进屋，妈现在就带你去厂房找张厂长。秀秀，这是我儿媳妇玉芬，以前在南方的工艺饰品厂做了5年流水线，抛光、打磨、配饰、串珠这些活儿，她样样精通。张厂长，重活脏活我都能干，只要能进厂，我绝不偷懒。这手剪骗不了人，确实是个干实活的。不过玉芬，咱们厂现在专攻高端私人定制，你以前在流水线干粗活，手艺上可能还不够。张厂长，玉芬有底子，我亲自带她，不出1个月，我保证把她带出师。既然有吴师傅打包票，那就没问题。玉芬，你先跟着吴师傅当学徒，试用期基本工资8000，早9晚5，双休，有5险1金，能接受吗？能，太能接受了。我在南方2班倒，不放假也才拿5000，咱们县城居然能给双休5险，那成。明天早上8点，带上身份证，直接来找我签合同。老乡们，咱县城的远红玉雕厂是真给力，月薪8000，早9晚5，还双休。我今天已经面上了，大家都快回来吧。真的假的？月薪8000，我明天就买票辞工。算我一个，我今晚就跟老板提离职。大家别急，排好队依次登记。但是请大家听我说，咱们第1期高端学徒岗位已经全部招满了，现在暂时无法安排新岗位了。张厂长，我在大巴车上颠簸了10个钟头赶回来的，行李还没放下呢，怎么就满了？张厂长，我在南方的玉石城干了5年细模，不用培训就能直接上手，您就收下我吧，我不要5000，4500就行。要是连这里都不要人，我明天只能再买票出去打工了。谁不想留在家陪老婆孩子啊？大家先别急着走，把手艺和电话登记在表上，一旦有新岗位，我们优先联系大家。院子，你快看看吧，这2天厂门口天天被围死，登记的返乡人员已经超过2000人了。咱们厂就40台机器，根本消化不了这么大的回流人口啊！2000人，这说明我们的待遇打动了他。既然一个工厂吃不下，那我们就开辟新厂房，走一条全新的生产线。新生产线？咱们不是刚站稳高端私人定制吗？这批回乡的人大多是南方大厂里的熟练流水线工人，我们要为他们量身打造一条100元级走量的高性价比平价玉石产线。想法是好，可几千人的量产，原料去哪儿搞？设计怎么做？怎么保证不跟低端地摊换竞争？原料和设计，我来解决。丁，清源县首批在外务工人员发生大规模回流，当前清源县人口回归加2万，恭喜宿主完成第1阶段目标，系统200万扶持资金已实时到账。才回来2万人，目前进度仅为7%，1年期限到期，若未达成目标，本系统所有发放资金、黄金隐隐异能将全部收回，且本县人口将遭遇毁灭性经济退流。什么？系统，你不带这样玩的！咱们高端定制玉雕全靠几10年手艺的积淀，这些回来的孩子手上还浅着呢。是啊，高端玉雕要是招了外行，那就是砸咱们的饭碗。可现在外面已经有些传言说咱们是在作秀，把人骗回来就不管了，这再不解决，名声就坏了。平价玉石线必须立刻开工，如果不尽快找到实体产业来消化这些源源不断的人口，发生2次失业，回流的人口会走得比谁都快。既然高端岗位有限，那我们就专门再开一处厂房，开辟第2品牌，专门做100元级的平价玉石挂件，靠流水线量产。陈老板，咱们清源玉雕之所以值钱，靠的是手艺2个字。
你现在要平价线、高端线的名声，不就被毁了？陈老板，砸招牌的事儿，咱们手艺人不能干了。周婶、王师傅、吴师傅，你们说的名声是底线，但谁说流水线的平价货就一定是垃圾？不降品质怎么降低成本？我们不降品质，我们只拆粉工序。我核算过，制作一件精致玉饰，拆工序。对，整个制作工序前期的切割、粗磨基础工序占了70%，这些工序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可以交给新手或者半新人来做。陈老板，话是这么说，但新砂轮上很容易把好料子磨碎磨偏。所以在开始前，我们设立第一道运油底子的熟练工和老师提前用红线在料子上画好切工线，新手只需要死板的按照红线切。每一道工序要定死精度，差1毫米都不算合格。如果按照这个流水线拆解，我们的人工成本能直接砍掉60%，单件爆款的制作成本能死死压在100元以内。拆做工序，这确实是个保证品质的法。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不过远子，工序拆分了，设备和新厂址咱们怎么解决？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嫂子，我会划到账上200万，设备你去负责。另外通知登记表上人，明天一早来厂里签合同。张主管，陈老板怎么有空来？最近厂子搞得很不错啊。张主管过奖了，还是咱们清源县玉雕手艺过硬。今天来是又遇到什么事儿了？实话实说，我想再开辟一条新的产业线。现在场地不够，想把城南那个1500平的场地也租了。还租？你如果把另外一个租了，你的厂子可就是青山县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家企业了。租，而且今天就要。行，等我打个电话，你看看城南1500平的场地还在不在？现在租金多少？好，还按优惠来。你现在拿着钥匙和合同过去，有人要租。多谢张主管。陈总看着年轻，没想开厂子竟然这么有经验，不到2个月就扩大场地了。好听的话就不说了，带我进去看看吧。水已经通了，电还没有走。你们机器进来后可以重新改造电路，租金还是5折，10万1年，3年起租。陈总没什么问题，咱们就签合同。清远县的腾飞就从这条100元玉饰流水线彻底引爆。系统，帮我检索目前大城市年轻消费群体中热度最高、回购率最强的爆款平价玉饰。目标爆款品类已锁定，这些款式都大同小异。系统，结合我们清源县老匠人的工艺特色，提炼出5款具有绝对壁垒、未来必爆的平价国风设计方案。已为您自动生成5大特工爆款设计图纸。远子，第2批80台打磨机已经全部进场了，工人也在场外集合完毕了。你要去讲2句吗？不急，先去把周婶、王师傅和吴师傅叫到会议室，我们把平价款样品的用料和款式定下来。各位师傅，这是咱们平价流水线的第1批试水款式，大家看看在工艺和用料上怎么实现成本最低、效果最好。这个极简多宝串每一颗珠子只有8毫米，可以用之前雕刻大件剩下的极品边角料来车珠子。这双色如意锁可以用银托做花丝镶嵌，既有高端感又便宜。至于中间镶嵌的玉石，咱们用性价比极高的冰琴和田3料，质感绝不输几10万的定制件。这个活环竹印挂最有意思，用金丝玉或者绿松石，颜色鲜艳，造价批廉，年轻人绝对喜欢。好。各位师傅的眼光果然辛辣。坐在这儿纸上谈兵没用，陈老板，走，带我们去仓库，今天就把第1批样品的料子给选出来。陈老板，昨天我把整套拆解流程试了一遍，现在我亲自给你们演示一遍标准化作业。第1步，预料质检组，老工人用强光电筒排查按列。用红笔在无列处精准画线，合格才可流入下一道工序。第2步，基础工序组，新手上机，严格对照卡尺，将圆片粗磨成平安顶的圆形大样。这一步全机械化，速度极快。最后一步，手工工艺组点睛，老匠人手工修出祥云暗纹。并用万木细砂纸进行最终的手工柔光抛光，完成。这水头，这完美的圆润感，特别是中心这圈手工阴刻的祥云，在光线下若隐若现，这标价1000块都有人抢着要。周婶的流程堪称完美，嫂子，我们可以再细化一下，把基础组拆分成切割线、粗磨线和初步打光线，这样效率还能再翻倍。远子，那新厂房明天正式开工？开工！5款爆款，首批各量产1000件。我今天下午亲自去找李老黑准备预料。各位乡亲，今天是我们平价县厂区正式开工的第1天，所有人按照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分组，跟着各自的带组老师傅进车间，千万别走错了位置。咱们不搞虚的，前3天是带薪施工，只要试工期表现合格，正式留任后每个月基础工资4000元，外加计件提成，多劳多得，上不封顶。张厂长，咱们这厂子待遇这么好，能稳定发得出工资吗？老徐，还有在场的各位乡亲，
我张秀秀今天在这儿给大家打包票，每个月10号工资1分不差，准时打到大家卡里。张厂长，俺以前在南方只在电子厂拧过螺丝，手脚倒是挺快，就是从来没摸过玉石。俺这样的能要俺吗？没摸过玉怕什么？只要不糊弄就能留下。谁要是敢敷衍了事，过不了我的卡尺，一律砸了重做。周水放心，谁要是糊弄活，谁就是生养咱们的清源地界上的败类。行了，都别干站着了，各组在门口找你们的代组队长，今天带薪熟悉机器，明天一早正式开工上任。园子，平价线5款产品，一共5000件成品，在老师傅们的死死把关下，仅用了7天全线完工，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8%。好，嫂子，这5款饰品你打算怎么定价？极简多宝串，我们定价99元，打穿底价；如意锁吊坠和渐变手镯定价199和299，只要铺货成功，这绝对是全网通杀的超级大爆款。可是远子，咱们清源县就5万人，谁会买这上百块的配饰啊？这5000件要是砸在手里，光是工人工资咱们就要贴进去几十万啊！华子，谁说这些东西是要卖给县里人的？我们的目标群体是1线城市里那些追求个性的年轻人。可咱们厂在山沟沟里，怎么能让那些大城市的白领看到我们的东西呢？我带着样品去一趟兰州。先生，买古玩去左边柜台，要是来推销工艺品的，我们藏宝斋一律不收。我找你们老板许荣生。我们许老板不在店里，你要是没预约，改天再来吧。陈远，你怎么突然来了？我过来找许老板谈点业务。我哥去省里估调子了，晚上才回来。走，跟我去后堂茶室，我亲自给你泡我哥最宝贝的茶叶。陈远，你这里面装的是你们厂里出的新饰品，我能看看吗？这是我们玉雕厂做的平价玉饰品，这次带来是想寄在许老板店里，看看销量如何。这几款玉饰品都非常好看，最近我在拍国风饰品，你这几款饰品我能发看吗？当然，现在我正找推广渠道呢。我也就是个小博主，随便玩玩。哎呀，陈远兄弟，这次你又要给我带来什么惊喜？厂子里出了新款，想让许老板帮忙推广推广。不错，是你们厂的手艺。不过你们怎么生产起这些小配饰了？目前高端定制有稳定客源，我们又开辟了一条新产线——平价精品线。这5件就是我们出的第一批样品。你想我怎么帮你呢？我想在兰城各大商超的饰品柜台少量铺货，看看客户反应。铺货，我可能没办法帮到你。铺货这一块，我确实帮不上太多忙。不过，丰氏珠宝在各大商超的珠宝专柜铺设率高达95%，你去找他，准没错。陈远，你这次送来的货倒是有些出乎我的预料。放着暴利的高端定制不做，改走100元级的平价路线了。现在消费大趋势就是小而美，精而廉，我们厂子也得顺应趋势。如果封总答应铺货，我可以先货后款。可以，我能动用丰氏的所有商超专柜帮你铺货，但我有3个条件。上任主力，封燕果然是雁过拔毛，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封总请讲。第一，这5款的出货价给丰氏的价格必须是全网最低。第二，这批货具有排他性，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不准给丰氏以外的任何采购商供货。没问题，3个月独家，我签。第三，以后只要是清源县远红玉胶厂研发出来的任何新品，丰氏必须拥有第1顺位的优先承销权。不愧是兰州玉石巨头，胃口真大。不过有了这合同，我也能彻底绑死丰氏这条大船。封总有眼光，合作愉快，我们现在就签合同。明天一早，让你的人把首批5000件货直接送去丰氏的市场部仓库，我会安排专人进行全线保护。您就是陈总吧？我是丰氏珠宝市场部的主管肖梅。肖主管你好，这一车里是第1批5000件平价玉石成品，后续的铺货和专柜陈列就有劳肖主管多费心了。昨天晚上封总秘书已经电话跟我交代过了，您放心吧。院子爆了，彻底爆了！兰城丰氏那边刚刚打过来1000万的追加定金，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发货。意料之中。嫂子，通知2产区所有打磨机和流水线24小时倒班，全负荷运转。另外，让李老黑今天下午必须把新一波玉料送到厂部。院子，不仅实体店卖爆了，咱们线上也彻底火了。昨晚各大社交平台上全是咱们多宝手抄的种草视频，每一个都在100万点赞以上。你看这个1000万粉丝级的国风大博主婉婉向远，昨晚发的配饰穿搭视频点赞量已经120万了，底下的评论全在问链接。婉婉向远，这份情我记下了，
嫂子，你以玉雕厂官方的名义私信这个博主，作为我们品牌的首席国风体验家，以后只要出新品，终身免费送他一整套。行，不过远子，线上的热度不蹭白不蹭，咱们要不要顺势在各个线上平台开官方旗舰店？嫂子想的极长远，线上店铺的事儿由你物色专门的电商团队全权负责。张厂长，大门口突然来了好几个外线的批发商，提着几大箱子现金，吵着嚷着要见咱们老板，说要订货。嫂子，这些大单我们现在一个都不能接啊！送上门的钱，咱们为什么不赚？第一，我们手头的产能已经排满，必须优先供应空间。第二，我们和风氏签了3个月的独家垄断协议，要有契约精神，跟他们说清楚。停！这块边缘打磨深了0.5毫米，弧度已经变形了，必须返工。周师傅，只差了0.5毫米，肉眼也看不出来的。秀琴，咱们虽然做的是平价款，但咱们底子里是玉，不是路边的石头，差1丝1毫都是砸咱们清源的招牌。知道了，周师傅，我这就换个细纱磨头，重新精修。我的妈呀，连轴转了3天，我这10个手指都快磨得没知觉了。昨天后半夜困得不行，脑袋一歪，差点一头扎进砂轮里。你个20出头的大小伙子，喊什么累？老子这50岁的老骨头，连熬了2个夜班都没更生。大强啊，累说明厂里效益好，订单多，厂子能赚到钱，咱们在自己家门口才能有长远的好日子过。秀琴姐，老周叔，你们说的对，多干多得。这个月我高低要攒够8000块，把家里的平房给重新刷个粉。院子，工人们已经不眠不休的连着加了3天班了，大家虽然嘴上不说，但身体和精力的极限快到了，这样下去迟早要出工伤事故的。嫂子，明天全厂带薪强行休假半天。另外，这3天所有超额产出的部分，单件提成翻倍计算，所有加班费今天下午6点前双倍现金当场结算。院子，平价线本身利润就薄，你提成加班翻倍，咱们这1000万的订单净利润可就要缩水整整2成啊！嫂子，要想做大做强，就要靠大家。人心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只有配得上他们付出的回报，人心才能齐。去办吧。完了，肯定又要加指标了，这胳膊都要废了。师傅们，陈总说了，大家这3天辛苦了，明天全场带薪强行放假半天，回去好好睡个觉。另外，这3天大家超额完成的所有浴室计算提成翻番，所有加班工资双倍计算。今天下午现金直接到账。我的妈呀，带薪放假还提成翻倍，那我这个月岂不是能拿8000多了？天哪，这比我在南方的电子厂挣的还要多整整1倍啊！瞅你那点出息了，都说了，跟着陈老板干，绝对差不了。丑话说在前头，钱陈老板1分不少给你们，但要是为了冲量出了次品，别说拿翻倍提成，我当场砸了你的饭碗。听到了，周婶放心，我们就是不睡觉，也绝对不出1个次品。对，绝对不出1件次品。大家别急，咱们2厂区全面扩建，无论有没有经验，我们一律招收。基本工资4000起步，熟练后计件工资一律5000到8000，排好队，挨个登记。我就说回来没错吧，在家门口干，挣的比外省还多，还能天天回家照顾老人，谁还在外面飘啊？远子，我真的快要顶不住了，就算你把我一个人劈成8瓣，我也管不过来这摊子事儿了。嫂子，先坐，喝口水。我既要去车间盯生产、盯品控，还要去盯网店的客服，打包发货对账。我一个人怎么管得了上万人的工资和物流啊？陈老板，我这把老骨头也快散架了。现在2个厂区整整5万台设备，我每天在2厂区几个车间来回跑，腿都要断了。远子，赶紧招人吧！我一个人跑物流真的要跑断气儿了。蓝城清源一来一回就是大半天，还有2厂区每天几万个快递的打包贴单，我快累出神经病了。周婶、嫂子、华子，现在直接和间接雇佣的员工已经破了2万人，单靠我们4个人确实撑不起这么大一个盘子。那怎么办？总不能因为管理跟不上，咱们就推掉订单，不招乡亲们了吧？2万返乡的人正看着我们呢。当然不能推。我的解决办法是，不能只靠我们远红一家厂去死扛，我们要把这庞大的管理外包给整个清源县。你是说跟县里其他人合作？是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包装、物流、人员安排可以外包出去，我们只需找专业的人，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又遇到问题了，步子迈大了，现在卡裆了。
说吧，想让我帮你解决什么事儿？现在2个场地，2500平的面积，将近2万员工，核心管理层只有4人，扛不住了，需要你帮我牵线。牵线？对，我需要张主管帮我牵线，县城物流、包装、劳务相关的公司的人帮我共同支撑玉雕厂。没想到陈老板年纪轻轻，竟然如此有远见。县城发展了，你的成绩报告上才能有精彩的一笔。回去等着吧，明天我带人去你们厂子。你就是张秀秀张厂长吧？是的，远子昨天交代了，说您今天会来，让我特意等着。看来工厂业务量不错，每个人都忙得要飞起来。是啊，我都想把自己有3头6臂了。几位老总，赶紧来会议室吧，我们陈老板在等着大家了。陈总，人我都给你带来了，物流孙总，老造纸厂的孟总，劳务推送的万总。各位老总，现在玉雕厂日均出货量1万件，单月出货额超过5万，这庞大的量靠玉雕厂撑不住，需要你们的助力。而且现在县城返乡人员激增，面临就业问题。今天找大家来，就是为了聊一聊，一起盘活清源县城。陈总，你说吧，怎么做？第一，包装造纸厂。孟总，我们需要远红专用的中式国风锦盒包装，单月订货量10万套起步。10万套？陈老板，您这不只是送合同，您这是救了我们全厂200多号工人的命啊！第二，物流专线。孙总，玉雕厂需要1万件以上的即时发货速度，一物一码，一站式揽收，每天下午6点前必须发车直奔兰州集散中心。你能吃得下吗？吃得下，不仅吃得下，只要陈总您签合同，我孙某人亲自带队，直接打通清源到兰州的绿色通道。第三，万总，1万人的工厂，考勤、保洁、宿舍管理和安保，我们全部外包给你的人才公司，返乡人员的招聘培训也由你们进行。多谢陈老板，多谢陈总给饭吃，有了您这大合同，我们人才公司直接能重回巅峰。好，一个龙头企业带动整条产业链。为了支持各位老总迅速复工，清源县玉雕厂愿意先预付300万的业务定金，让大家的手头赚起来。合作愉快，让我们把清源彻底带回它本该有的高度。远子，我真没想到这么大的管理危机，你竟然用外包的办法给轻轻松松化解了。等外包入场，咱们的打包和发货效率至少能翻3倍啊！这就是大产业的格局，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地。只要让全县的人都有钱赚，还愁人不回流吗？20万、30万，清源县的腾飞才刚刚开始。陈老板，你放心，我们现在日产包装盒能达到1万套，绝对满足玉雕厂需求。纸质挺厚实，内衬也软，不会磕坏玉料，价格还便宜。辛苦孟总了。打单、拿活、核对、装盒，4条线同时作业。保证当天下午5点之前的订单，保证当天发出。我们的48小时内能到全国大部分省市。一物一码，出货、装车都要扫码登记，一天几十辆物流车运作，保障物流运输时效和准确性。孙总这运输管理可太有一套了，还多亏你们给饭吃，有资金加持，当然能发展运作起来。近期大批人员返乡，我们正忙着登记人员信息，筛选后将人输送到各个岗位。多亏有万总，人员才能有序输送到合适的岗位，你们的工作才是核心。是啊，现在新人入职有了正规流程，再也不会乱哄哄，搞得我头大。青田县玉雕厂正式成为青田县玉雕产业示范产业区。现在让青田县玉雕厂的负责人陈远发言。我建设清源县玉雕厂的初衷，就是想让越来越多的清源人回到家乡，让他们不用再背井离乡，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养家。是啊，在家乡不仅不用996，还双休，加班工资双倍，还是在家好。我这年纪能回到家乡，1个月能拿7、8千，还想啥？在外的孩子们都回来吧，现在县城好起来了，回到县城也能挣到钱，实现你们的价值。清源县常住人口增长至30万，任务完成进度30%，系统奖励2000万。30%，还要再加把劲砸钱啊！您先别着急，您反馈的产品问题我们会积极核查的。别说这些没用的，赶紧给我退款！先生，我们要收到退货核实清楚才能给您安排退款。你们是不是不愿意退钱？好，那我就去投诉。张厂长，
今天一上午就收到30多个差评，全说咱们的手串质感差，珠子有裂痕，还有人说买的是塑料的。这是仿品，用的是劣质石粉压的，连正经玉料都算不上。你看这纹路，毛糙得很，根本不是咱们的刀工。秀秀不好了！我今天在兰州临县的批发上看到全是仿咱们的多宝手串和竹印挂坠，样子做的一模一样，卖价才30-40。仿品这么快就出来了？看咱们火了呗！那些小作坊见有利可图，连夜开模仿货，专挑咱们的爆款抄。陈老板，要不我们也降价，咱们把爆款价格压下来，跟仿品打价格战，凭咱们的品质，肯定能赢他们。不行，咱们的料子工艺都在那摆着，降价就得亏。那要不咱们去批发市场闹，把那些卖仿品的摊子都掀了？不闹，咱们是做手艺的，靠耍横解决不了问题。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能让这些假货砸了清源木雕的招牌。我觉得价格战肯定不行，仿品成本低，价格无底线，我们的价格绝对不会比他们低。远子，你拿个主意吧，拖得越久越被动。 3条路同时走。第一，全县产品加专属防伪，每一件玉饰都暗刻清源标记，包装和加印防伪码，用户能通过官方渠道查询真伪。这办法好，暗标刻在隐蔽处，仿品做不出来，懂行的一摸就知道。第二，在各平台做公益科普，把咱们的用料、工序、品控标准拍成短视频，告诉消费者正经玉饰和石粉仿品的区别。好，我立马安排视频拍摄。第三，整理仿品的证据，该举报举报，该投诉投诉，不能让他们肆无忌惮的砸咱们的牌子。 就这么干，咱们真材实料做出来的东西，还能怕了那些偷奸买滑的不成？被仿不是坏事，有对比才有好坏。这一仗，咱们不仅要赢，还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清源玉雕工艺。暗标用阴刻手法刻在不显眼的位置，不打光细看根本看不见，这样既不影响视频美观，也起到防伪效果。不错，非常精细，小作坊绝对仿不出来。从今天起，所有的产品都要打上这个暗标。周婶，你负责盯着。这是溯源防伪系统，每个产品有专属身份码印在产品包装上，用户收到产品，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可查询真伪。好想法，你联系专业的团队来做。你让我进去，我可是你们老板女朋友。陈总，这位叫赵晴的女士硬闯，我们拦不住。你怎么来了？阿远，我可算找到你了。 我们之间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你赶紧离开。阿远，我知道错了，我们8年感情，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以后肯定对你好。当初一脚把我踢开，现在看我有价值了又想回头，赵晴，晚了。不晚不晚，只要你重新接纳我，你以前不是最包容我了吗？抱歉。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你这么快就来了？他是谁？婉婉是我请来帮忙的。赵晴，你现在立刻给我滚，不然我让保安把你扔出去。这是我昨晚连夜做的科普视频拍摄方案，你先看看吧。真不错。 我们一起去找秀秀嫂子对接拍摄。阿姨，我是赵晴啊，阿远的女朋友。之前您跟阿远视频，我们还见过呢。好久没来看您了，您身体还好吧？阿远自从回来也没提过这个女友，今天怎么突然来了？ 赵晴啊，你这是？阿姨，您叫我小晴就成。阿姨，我跟阿远闹了点别扭，他现在气我要分手。我们8年感情哪能说分就分啊？您帮我劝劝他。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小远突然辞职回来了，8成是感情受伤回来的。 你怎么在这儿？小远呐，小晴知道错了，你别不依不饶的。妈，我跟他早就彻底分了，
没什么好说的，也不想再看到他。赵晴，我的事我心里有数，你别管了。好你个陈远，混得人模狗样就想踢开我，做梦！辛苦了，歇一会儿再拍。没事儿，工作要紧。昨天你看到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赵晴早就断干净了，我们之间也不可能跟他复合。你不用跟我解释的。我就是不想让你误会。知道了，赶紧继续拍吧，秀秀嫂子那里等着要视频。哎呀，没想到那个叫婉婉向远的博主就是你，你发布的视频内容可是对我们帮助不小呢。还是咱们厂子的视频过硬，我也就是拍拍视频和照片而已。婉婉，你也太谦虚了，这几天你的运营能力我可是看得到的，经你指导过的视频拍出来流量都翻倍。许婉婉，看你长得挺清纯，心机挺深，我劝你离陈远远点儿。我跟陈远还没分手，你别知三当三。我和陈远只是工作合作，你想多了。工作？你眼里的那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我跟陈远8年感情，闹点别扭而已，你就想趁虚而入了？请你说话放尊重点。装得清清白白的，我看你就是看着陈远现在有钱，想攀上他做阔太太。哪里来的野女人，在这里狂吠什么呢？许小姐是我们请来的贵客，让你在这里泼脏水。你敢打我，我让陈远开了你！你要开除谁？谁给你的胆子，在我的地方撒野？阿远，我才是跟了你8年的人，你为了个外人推开我！别拿8年说事，我跟你早就没关系。许婉婉是我请来，你敢动她，我不允许。我最后说一次，咱俩的事儿你自己心里清楚，以后别再来纠缠，不然我对你不客气。都散了，都散了。没事吧？赵晴那个疯子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其实，他说我心思不纯，也不是全错。你说什么？没什么，我不会放在心上。首批带暗标的浴室正式下线，防伪系统也搭建好，测试系统通顺，已经对接包装厂的孟总加印防伪码。非常好，后续还可以继续搭建工厂生产销售系统。厂子规模大，靠人工定产线不现实，得向智能化生产靠拢。目前厂子平价线稳定月出货1万件，主要渠道是线下铺货和网上达人带货，虽然稳但利润薄，咱们自己的自营渠道必须尽快开起来。婉婉，自营渠道这块儿，我想让你来做。我？可是我只会做内容。你懂产品又懂流量，没人比你更合适。现在线上主流趋势是直播，从内容策划和直播入手。我可以试试看。选品我都整理好了，从99的多宝手串到上万的收藏级摆件都有，你挑适合直播间的款。前几场先主打100到300的入门款，拉新引流，等粉丝稳了再慢慢推中高端。3天后试播，场地设备今天就安排人搭，人手不够直接说，全场配合你。试播开启，主播开始讲话。大家好，这个手串是天然玉石的，非常好看，也跑针。别光说天然，你要给观众看细节，对着灯光打透。你要自己先信这个东西好，观众才会信。别急，第1天试播正常，要是实在不行，你先上几场带带节奏。不用，我再给他顺2遍话术，明天再试1场。正式开播那天，我陪他一起上。别让自己太累。听说没？
咱陈老板之前有个谈了8年的对象，现在发达了就把人甩了，跟那个拍视频的许小姐好上了。真的假的？看着陈老板不像那种人啊。人家都在同乡群传开了，说那许小姐是第三者插足呢。瞎说什么呢？干活去！远子，不知道谁在同乡群和本地论坛传谣言，说你抛弃8年女友，婉婉是第三者，现在厂里都传开了。通知所有人，车间集合，开短会。今天召集大家，是因为厂子里在传一些不实的谣言，我有必要澄清一下。第一，我和前女友已经彻底分手，所以不存在第三者插足。第二，许婉婉小姐是我请来的，是厂子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第三，谁在乱传谣言，污蔑我的合作伙伴，直接开除。散会。很少见陈老板发脾气，这次竟然为了关于许小姐的谣言当众证清。也许因为我是厂子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吧。抱歉，因为我让你碰到不必要的麻烦。你不用道歉，而且你也都澄清了。都是我应该做的，我非常感谢你能来帮我的忙。我知道，我是你厂子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你不用怕我因为这点谣言跑掉。我不是这个意思。赵晴说的对，我对你的心思确实不单纯。你可能不记得了，大学刚开学的时候，其实我们遇到过。我的相机忘在了报站处。同学，你的相机忘记拿了。谢谢你，同学，这个相机对我太重要了。不用谢，举手之劳。我走了。后来我发现我们竟然是同班同学，然后我就开始不自觉地关注你。后来你交了女朋友。对不起，其实我没有忘记你是校花又很优秀，我当时很普通，我不敢妄想你。没关系，都过去了。现在我们不是又遇到了吗？这次我们试试看。那以后多多指教。许婉婉，我说的没错，你果然在勾引陈远。我得不到陈远，你也别想得到。皇上，我出差回兰城了，你能不能来接我啊？我发现一个大项目。忙着呢，自己打车过来。今天是正式直播，我先带着你播，你就帮我打下手，不用紧张。好的，婉姐，我肯定不会出错。秀秀姐，点开播吧。欢迎大家来到清源县玉坚厂直播间，我们是官方店铺直播间，所有产品厂家直销，大家挑手镯，怎么分辨是天然还是人工的呢？我教大家一个窍门，天然玉料的棉素是自然分布的，石粉压出来的仿品纹路会很均匀，而且重量偏轻。大家看，这是我们厂的主推款冰透手镯，大家请放心，咱们清源县玉雕厂每一件饰品都有微型清源暗标，外包装印有溯源防官网码。正式直播第1天，观看人数就冲到10000，这也太牛了！爆了！咱们的自营店开播2小时卖了3000单，销售额破50万，后台订单还在涨，这可是线上关店从来没有过的数据。大批量订单来，要通知全厂加紧生产，优先发直播间的订单。远子，仓库爆单了，合作的物流公司说人手不够，今天的订单只能发出去1半。孙总，立刻扩招分拣员和司机，工资翻倍。另外周边的纸箱厂打包队，有多少要多少。好，我们这边绝对不拖后腿。现在2个厂区24小时轮班都赶不完订单，评价排单排到2个月后了，得加紧扩产。之前开发区那边还有2处闲置厂房可以使用，改造成第3、第4车间，专门做平价量产。2个厂加起来4000多平，能容纳将近10万人。到时候产量上来，原料能跟上吗？李老黑前2天说他库里快空了。原料的事我来解决，你先安排人去新厂区做规划，设备该定就定，别等。陈老板，不是我不给你供，现在周边都在搞玉石产业，料子都被外地商人抢着收，我库里的货也紧。李老板也给我们供了快半年货了，我按市价上浮5个点跟你签长期协议，你库里的料优先供我，量要管够。1年订货1000万，陈老板果然大手笔。行，陈老板有诚意，我老李也不玩虚的，有料我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绝不让你缺料停工。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以后陈老板有吩咐，我随叫随到。这才多久啊？从一个1000平小厂到现在4个厂区，我想都不敢想。以后会更大。通知人才分配的万总，持续向厂区输送人员，所有岗位优先安排返乡人员。张厂长，
我是万总派过来的招工专员小何，今天能入场的大概有2000人。这么多人？是啊，队伍都从厂门口派到拐角大马路上了。让万总再派点人过来，赶紧安排大家入场。大家排好队，别着急。入场先培训，试用期4000，转正计件，多劳多得。妹子，我在南方玉器厂干了5年抛光熟手，能不能直接转正，按计件拿工资？熟手直接去车间试工，过了当天就能转正。张厂长，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做学徒工，传承咱们清源县的玉雕手艺。没问题，学徒工1个月4000，双休。现在咱们厂有专设的学徒工产线，老师傅带教。咱们县城的待遇比大城市还要好。是啊，我特意辞了职回来的。听说以后还要建更多厂，肯定能发展更好。今天登记了大概2000多人，熟手占30%，剩下的都是新手。新厂区设备到位前，培训室都快装不下了。这次年轻的人不少。是啊，都听说咱这工资高，待遇好，从外地回来的还有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呢。培训标准不能降，尤其是品控，新手必须考核通过才能上岗，宁可慢一点，也不能砸了招牌。检测清县常住人口突破50万，任务完成度50%，奖励资金2000万，任务过半奖励黄金透视眼功能升级，可探测地下隐藏高价值物品。任务一半了，这么个小县城能装得下100万人吗？新机器调试好了，第一批样品我看过了，品控没问题，能跟上咱们的标准。辛苦周婶了，后面平价线的品控还得你多盯着点儿。 4个车间工人加起来快5万人，再加上配套的包装物流，算下来都带动几10万人就业。咱们厂子真的成清远县的招牌了。欢迎大家回归家乡，加入清远县玉雕厂。咱们清远县以玉雕闻名，希望大家能认真对待工作，保证产品质量，不败清远县玉雕招牌。陈老板，出事了！上游原料全部说缺货，我仓库里的库存最多撑10天，集体断货。 经常跟我合作的老伙计跟我说，前段时间说是兰州那帮贸易商大批量收购玉料，说带头的姓王。远子，临时的我都问了，全断货。这帮人就围着清源县周边收原料，这明显冲我们来的。他以为把住玉料就能卡堵我，太天真了。那咋办？总不能看着厂子停工吧？我们直接找源头，你跟我去找矿场签直供，跳过所有中间商。行，我认识临县的老板，直供他们只做大单。厂里我盯着，订单我尽量跟客户谈悬一，你们放心去。 订最近的机票，我们今天就走。王少，周边几个市的料我们都囤得差不多了，清源县那边拿货渠道全断了，陈远撑死半个月就得停工。做得不错，这次我可是把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可别给我搞砸了。王少放心，我们只需要把住料子1个月，陈远厂子停产，订单交不了货，违约金都能赔死他。 到时候我们就顺势把陈远厂子收了。陈远再怎么说跟你8年，你对他这么狠，舔狗而已。我心里只有王少。陈远，我得不到的，那我就毁了你。年轻人，我这儿都是批量走货，最少拿10吨，你们小厂子吃不下。老周。 这可是清源县玉雕厂的陈老板，他的厂子你在这行业总听说过吧？年出货量大几万，要的材料能会少？哼，一个厂子再大能多大？来我这厂子拿货的可是几百上千的料市商，他们哪个不对接几个玉石加工厂？你，周老板说的对，先不说我们能订多少，你这厂子出不了10吨料。我这个厂子是年前才开挖的，这整座山里大概有1万吨料子。 目前才开采不到1/10，你怎么说出不了10吨料？升级后的黄金眼果然可以透视底下保护。周老板有找专业团队测算过吗？这座山的料子仅剩不到1吨料，不信可以找人来量。你这年轻人，为了拿料真是什么都敢说。老周，陈老板眼毒得很，看料子比我都准，你还是找人测量一下吧。 老钱嘛，你派个人来我这个厂子看看，看还有多少料。你看看这座山还有多少料。
周老板，这座山玉料蠢存剩余0.5吨。这测量数据会不会有误差？误差不会超过0.05。陈老板好眼力，是我有眼不识泰山，直供没问题，但是价格要按料商价格来，按月发货，保证优先供你。感谢周老板，但是我们着急拿料，现在您仓库的料还有多少？大概有5吨左右吧，能给你3吨，我得留给其他料户一些。我要的不止这些，以后矿场出精品料，希望周老板能优先供清源县料雕厂，价格好说。没问题，以后有好料，我第一个通知你。合作愉快，第一批料3天内发往清源县。首批直供原料已经在路上了，价格比从料商那儿拿低了2成，成本直接压下来一大块。在这里建原料直供交易市场，把这块空地改建成交易园区，招原料商入驻，让清源县变成玉石原料直供集线。建交易市场，这手笔也太大了吧！只有把上游攥在自己手里，才不会被人卡脖子。市场建起来，不仅我们方便，还能吸引商户过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李老板，你负责联系原料商户，有意愿入驻的，前3个月免租金。嫂子，从户里拨出来500万，对接施工队，半个月内把场地整理出来。老王，清源县建原料交易市场，前3月免租金，你过来设个点儿。哎，对，老张，对，免租金，还帮忙对接本地工厂订单。好嘞，我给你留个好位置。一下午意向入驻的商户就有30多家，这陈老板脑子就是快。等市场建起来，以后清源县可就真热闹了。清源县玉石原料直供交易市场面向广大原料厂商招商，前3年部位租金全免，市场抽取服务费。这儿料真全，价格还比别处便宜，以后不用到处跑，直接来清源就行。料商朋友们，赶紧来清源县看看吧！这一上午就签了3单订购合同，果然没白来。张姐，生意不错啊。是啊，一天能卖出去将近100万两匹。哟，那一天能挣个300-400吧？差不多，反正比我在外面有盼头。现在在老家守着家人，守着这个小摊子，过得很充实。可不是嘛，现在县城人气儿回来了，我这个小门面也盘活了。老板，来份凉皮，加辣。好嘞，您拿好，慢走。今天估摸着得来了200多个采购商，照这势头，下个月商户还得翻番。检测到清源县常住人口突破60万，任务完成度60%，奖励资金1000万元已到账。你不是说1个月陈远的厂子就会倒吗？他怎么还活着？还建了什么原料直供交易市场？我不知道他会找到原料厂。蠢货！我就不该信你这个蠢货！2000多万的原料现在都砸手里了。肯定还有办法，我们把这些料再卖了不就好了？反正他们也需要料。卖给谁？现在全北方做玉石的都知道清源有直供市场，谁还当冤大头买我们的货？要不我去找找陈远，我们好歹认识一场，我跟他说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的小算盘？嫌贫爱富的东西，上次偷偷跑去找陈远，结果灰溜溜的回来，现在陈远还会再看你一眼？给我滚出去！再也别让我看见你这个蠢货！陈远，你怎么来了？准备走了，看到你这边还亮着，就想过来看看。你手干嘛背在身后？手里拿的有东西？还真是瞒不过你。给我的？是的，打开看看。是那个时候我忘记的相机，这个款已经不生产了，你怎么买到的？只要想买就能找到，况且是送给你的。我送你回家。这个街道风格很古朴，两边的建筑也挺有特色。以前这条街最热闹，两边都是玉胶摊子，老师傅们沿街雕玉。我小时候最爱来这条街逛。现在沿街10家铺子7家都关了，大家都觉得小玉雕铺子挣钱慢，不如外出进厂打工。其实这条街底子很好，改成文旅街区，一边开大师工作室做高端定制，一边做游客体验、文创周边，肯定能火。你真是天才！我可以把整条街租下来，统一翻新改造。老师傅们在这里不仅不耽误做工，还能向游客展现手艺。你也是个天才。把高端线搬到玉雕老街。是的，我们准备把玉雕老街改成文旅景点，玉雕老街整体翻新，高端线在玉雕老街做。你们老师傅的手艺就是玉雕街的招牌。我以为我们这些老家伙就只能在工厂讨生活了，没想到还能再回玉雕老街做工。不仅能回，还要让全国游客都来看你们的手艺。
你们就是玉雕文旅街的活招牌。婉婉负责线上内容引流，嫂子对接改造施工，周婶你帮着联系老师傅们，愿意回来的都欢迎。我剪几条老街故事的短视频，先热一波，等改造完刚好引流过来。我现在就联系施工队，半个月内把基础翻新做完。太厉害了！这么薄的玉璧居然能透光，我得买一个回去当纪念。慢点，别把货碰了。本来我还担心赔本，没想到这才开街半天，货都快卖空了。没想到县里发展的这么好，现在虽说忙点儿，守着家守着你和孩子，比在外面工厂强100倍。这也太热闹了，两边的玉胶铺子都挤满了人，跟1个月前的样子简直是2个世界。这都要多亏你的灵机一动。你是婉婉向远？是啊，怎么了？没事儿，你继续。家人们上午好，博主我今天来到了清源县玉胶老街，据说这家老街有100年的历史。今天我就带大家先云游一番。今天到现在，玉雕老街的客流量已经2万多了，据说周边的民宿全部订满。近期我们的玉雕厂官方号全力宣传玉雕老街，在公告上发通知，老街摊位招租，租金8折。好多外地来的客商去完老街，又直接去了原料市场订货，文旅代销，销售带经济，这步棋走得太绝了。我们还可以在文旅街策划大型活动，比如玉雕工艺大赛、玉雕工艺文化节、玉雕工艺秀等，通过这些节目打造青甘县玉雕专属文化符号。婉婉，你这脑袋瓜实在是太好使了，比远子的都好使。玉雕工艺文化节可以策划一个，正好马上要到小长假了，宣传要做到位。今天请各个行业的负责人来，不是谈1单2单的生意，是想搭整个清源雕雕的产业台子，大家共同发展。对，形成良好的生态圈子，才能更好的发展。之前我厂都快停了，是陈总的订单把我们救活的，我们厂愿意跟着陈总干。我们也是，之前就靠点零散单子撑着，现在光木雕厂的订单就让我全场满负荷运动，还扩招了50人。我们团队刚入驻清源县，看重的就是清源鹿雕的供应链优势。以后清源县的线上店铺直播运营交给我们，保证爆火。原料加工、设备、包装、电商、物流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全链条拧成一股绳，才能长久的赚钱。请过目。检测到清源县常住人口突破80万，任务完成度80%，系统奖励资金3000万元已到账，解锁系统商城兑换权限。系统商城？是的，可以用资金兑换想要的东西，什么都可以哦，价格非常公道。这几天线上投简历的人暴增，好多学设计、运营品牌的大学生都打算从外地回来的。咱们小县城真的留得住这些人吗？这些人才是县城更进一步的关键。设置高端岗位，薪资待遇要对标1线城市，甚至比1线城市高。只要让他们看到付出，就有与之相匹配的回报，什么都能克服。喂，张主管，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陈远，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有急事找我。好。你可来了，张主管怎么这么焦急？遇到什么棘手的事了？你这大半年一头扎进玉雕厂，都没有关注周围的变化吧？确实没有太关注。你这大半年，厂子做得不错，连带着县城也发展起来了，大量人员都返回县城。你看看现在的街道，车水马龙。陈远，咱们只是一个18线小县城，40-50万人口已是极限，现在县城人口差不多有70-80万了，县城马上要挤爆了。之前只想着怎么拉人回来，忘了人回来了要住、要吃饭、要挣钱。人回来了，肯定不能再赶出去。人多需要空间，那我们就给空间。张主管，县城需要往外扩张，内部需要建配套设施，我需要你的支持。不错，没有被难题吓到，你放手去做，我全力配合。你也来登记找工作？你也是？我信息登记报都已经交出去好几天了，也没消息。家里实在拖不起，我过来问问，结果门都进不去。我也是，想找个食堂帮厨或者保洁的活，问了一圈，厂子食堂都满了。800一间，爱住不住。昨天还有人出900呢，你们不租，有的是人租。回来这人挤人的，还不如回厂里。这才80万人，想要达到100万人，配套必须得备齐。目前滞留的闲置劳动力有30万人，住房缺口至少8000套，再加上吃饭、购物的配套、出行、教育、医疗，这简直是个烂摊子。人多了，吃饭、住宿、基建这些是缺口，这些缺口其实本身是岗位。道理是这个理，可怎么让他们一个萝卜进一个坑呢？找工作的不知道哪里缺人，基建又没场地。我们来整合这些信息，场地、资金运营，我们来搭台子，让大家来唱戏。你先回去。系统，
查询100万级县域人口配套承载方案。已匹配100万人口量级县域配套升级方案，根据清源县现状，包含3大模块调整：第一，闲置厂区改造；第二，配套便民商业集群；第三，跨用工调度体系。今天叫大家来，是想让大家一起解决眼下县城人满为患的困局。第一是人员住的问题。是啊，我那边100多装卸工正愁没地方住。开发区那3栋烂5楼，我牵头承包下来，改造成公寓，统一管理，平价出租，解决人员住房问题。第二，全县公寓楼下配套建便民商业街，食堂、超市、理发店、小吃摊统一招商，前3个月免租金，既能解决吃饭问题，又能创造就业岗位。第三，万总那边做个共享招聘平台，设置企业入口和个人入口，将所有岗位发布在共享招聘平台，让个人自行找合适的岗位。这办法好，全县共享，这样就不用我一家公司撑着了，串起来就全部都盘活了。这3件事办成，就解了大半了。既然大家都同意，那明天就开始着手去办。3个项目我会各分发1000万资金，3件事同步推进，半个月内必须见成效。陈老板，半个月改完3栋楼太紧了，工人连轴转也怕赶不及啊。再招人，每提前1天完工，每人额外奖励500，质量不能打折扣，消防水电必须过关。行，有您这话，我再找点人，保证按时完工。商业街招商比预想的顺利，免3月租金的政策放出去，报名的商户排了长队。不要招得太饱和，后续监管起来会麻烦，够用就行。租房价格也降下来了，民租租不出去，房东主动降价，之前800的，现在400就租。滞留的工人陆续都找到住处了。绿色是闲置人员，红色是缺口。系统匹配成功，会自动给企业和个人发意向消息。平台上线才3天，就已经成功匹配了3000多人。万总，又有20个人员报闲置，正好包装厂缺人，直接对上了。这样就对了，人赚起来，资源就不浪费了。清源县开始慢慢自洽了。3栋楼全住满了，一共安置了大概有5万多人，房租300一个月，比民房便宜1半。陈老板，多亏了你这商业街，我这铺子一天能卖300多屉包子，比之前摆流动摊强10倍。招商房地产企业继续建住房，有房才有家，有家人就不会走。好的，县城的问题暂时稳住了，下一步得把人气炒起来。我想办一届清源玉雕文化节，把全国的客商游客都请过来。文化节？咱们县城从没办过这么大的活动，场地、人流、安包全是问题，能行吗？行不行？试试就知道。场地就设在文旅老街和原料市场连片区。场地搭建、嘉宾邀约、宣传推广，加起来得400-500万。这钱砸进去，万一没人来，可就打水漂了。宣传我来负责，短视频直播、达人邀约全铺开，主打非遗木雕加现成烟火气，提前半个月预热，不愁没人来。这笔钱花得值，文化节办成了，不仅能卖货，还能把清源木雕的文化形象做成。宣传这块就辛苦你了。放心，肯定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刚统计完，报名参展的商户已经破200家了。除了本地玉雕商户，还有外地的文创文玩商家，都想蹭咱们的流量。陈厂长，我是做玉石包装的，特意从邻省赶过来的，给我留个最好的产位，钱不是问题。刘老板放心，好肠胃还有，但得先签协议，参展商品必须保真，售价直接清退。那是自然。清源艺雕的招牌现在响当当，我们跟着沾光，哪能砸场子？文文姐，文化节预热视频发出去3天，总播放破5000万了，后台全是问地址、问门票的，还有好多人问能不能现场拜师学木雕。加油，小夏！这可是清源县第1次玉雕文化节，人多不多就看我们了。忙到现在还没吃饭，我带了粥，先垫垫。我何德何能喝到陈总带的饭，全是沾了婉婉姐的光啊！前期推广视频数据比预想的好太多，周边城市的旅行社都找上门了，说要开清源吊雕专线。酒店民宿那边我打过招呼了，全县城房源统一登记，不许坐地起价，不能让游客来了寒心。你考虑的总是这么周全。慢点磨，别着急，玉要磨，性子也要磨。这太有意思了，自己磨的玉篆比买的还有纪念感。检测到清远县常住人口突破90万，任务完成度90%，奖励资金1000万元已到账。远子，你可来了！刚才还有记者采访说咱们小县城搞文化节是自不量力，转头看见排队的人流，脸都绿了。嘴长在别人身上，等文化节正式开幕，他们就知道是不是自不量力了。陈总，请问您对本届文化节的客流量有预期吗？清源县能撑起万人级别的活动吗？等开幕那天，大家自己看。8万张，咱们县城多少年没这么热闹了？ 8万游客加上本地居民，当天玉雕老街可能人要上100万人。
安保、交通、医疗都得再加派人手。入口增设8个检票通道，老街实行单向通行，安排志愿者引导。医疗点每隔500米设一个，消防、安保提前到位。线上我安排了20路同步直播，主会场、老街、原料市场、美食区都有镜头，不能到现场的人也能云逛街。欢迎各位来到清源县第1届玉雕文化节。本次文化节集玉雕展销、非遗体验、美食娱乐于一体，为期7天，祝大家逛得尽兴。活了半辈子，咱县从没这么热闹过。陈远，你是真的给清源挣了脸面。这才哪到哪儿，我的终极目标还没实现呢。我的天，居然是整块玉掏出来的，太厉害了！周大师，您这批作品我全要了，有多少我收多少。凭什么你全要？我们店就缺大师级作品，撑场面。别急别急，作品都有定价，统一在展区售卖，大家按顺序来。大家看，这边是咱们的平价桥区，从几十到几百都有，全部保真，支持现场复检。婉婉姐，多宝手串又卖空了，仓库再调2000件过来。看来今天得补货好几次了。陈远兄弟，你这生意越做越大，连我妹妹都被你拐走了。是我追的婉婉，我以后肯定好好对她。我不是来棒打鸳鸯的，我是来给你送大生意。风氏想做高端藏品，主打清源大师作。风氏大集团能看得上我们清源县木雕厂，肯定敞开大门欢迎。这次文化节成功办办，清源木雕的名号彻底打出去了，以后风氏的玉饰优先从你这儿拿。陈老板，你们的平价玉饰太适合我们渠道了，先订10万件，后续每月再追加。远子，今天光签约金额就快破1个亿了，加上零售体验项目，这才第3天，营收快顶得上之前半年了。别急，后面还有4天。检测到清源县常住人口突破90万，任务完成度90%，奖励金1000万元已到账。还差10万，不急，慢慢来。我宣布，本届玉雕文化节累计带动全县文旅、零售、加工、物流等行业总营收突破1亿8000万元。1个亿啊！咱县以前10年都未必有这么多营收，这文化节办得太值了。这一切最该感谢的是陈远同志，是他带着玉雕产业回来，带着大家挣钱，让咱们清源县彻底变了模样。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人一起拼出来的。以后清源只会越来越好。今晚咱们出去聚餐，庆祝庆祝吧！玉雕厂明天放假1天，你带着人出去庆祝吧。真的破亿了，没想到我能参与这么大的项目，谢谢你，陈远。随着产业的发展，清源县会越做越大。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礼物还没准备好，得找个更好的日子。周婶，你帮我把这个做出来，用最好的羊脂玉，细节按我标的刻。这是准备跟婉婉表白啊？行，我亲自操刀做，保证做得漂亮。远子，用我帮忙不？布置场地啥的，我最在行了。叫嫂子来就是为了布置。晚上老街闭店后，你带人在沿街挂些暖灯，再把我们做过的玉饰样品摆一排，就按大学那条梧桐道的感觉布置。放心，我叫上我家李华，保证给你布置的妥妥当当。你们年轻人就是爱搞浪漫，绕这么大弯子，直接约出来说不行。婉婉值得最好的。陈远，是出什么事了吗？没有，就是想问你后天晚上有时间吗？想约你吃个饭。怎么突然约我吃饭？文化节取得大成功，你功不可没，想再庆祝一下。好吧，那后天见。还早，要不我们走走消消食？好呀，这么晚了，来老街干嘛？这是你布置的？婉婉，有句话我藏了很久了。这2枚玉牌是我亲自设计，找周婶做的，一枚刻着晚星，一枚刻着远山，凑在一起刚好是完整的新月图案。大学报到那天，你相机落在报川处，我追了半条街给你送过去，你回头跟我说谢谢，扎着马尾，笑起来有梨窝。那时候我就记住你了。以前我自卑，不敢接近你，更不想能跟你在一起。回县城后，每次遇到难事你都在旁边帮我。现在，我想认认真真跟你在一起。许婉婉，我喜欢你，从大学开始我就喜欢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我愿意，我愿意，我从大学就一直在等你这句话。周婶儿，你知道不？远子跟婉婉成了，昨晚在老街表的白，还那个了。当然知道了，郎才女貌的，早就该在一起了。陈总跟许小姐太配了，一个能干，一个温柔，简直是天作之合。大家都在呢，有点尴尬。男为娶，女为嫁，我们是正经谈恋爱，怕什么？
东边这块地建玉雕职业学校，免费给返乡年轻人做技能培训；西边建物流产业园，整合全县快递货运；北边预留出来，后面做文旅度假区2期。学校师资没问题吗？周婶他们毕竟要盯生产。我已经联系了工艺学院的老师，还有非遗传承人，他们都愿意过来定期授课。周婶他们做实操导师，理论课请专业老师来。这些项目落地，至少能再创造2万个岗位。等大家都能在家门口的挣钱，就没人愿意往外跑了。别闹，等会有人进来看到。怕什么？现在你可是我公认的正牌女友。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粘人的一面。检测到清源县常住人口突破99万，距离100万目标仅剩1万人，100倒数已开启，终极奖励已备好。5万到99万，从冷清破败的县城到如今烟火升腾，还不到1年。婉婉，明天休息，陪我去山顶看日出吧。好呀。马上就要结束了。怎么想到来爬山了？还这么早，天刚泛白呢。清源县现在好像就安静地睡在我们的脚下。你看，那边是玉雕厂，那边是老街，那边是刚建的公寓。我来这里的时候，除了玉雕厂，还什么都没有。检测到清源县常住人口正式突破100万，恭喜宿主成为第一个完成细玉振兴任务的测试目标。终极奖励已发放，系统商城兑换权限继续为您保留。你怎么不说话？在想什么？在想，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